蓝忘机是顶着一脸沁凉醒来的，明明刚才还抱着软乎乎的道侣，在桃林下沐浴清风，虽然是在做梦。蓝湛，你醒了。奇怪，甚是奇怪，魏无羡居然醒得比他还早，而且已然洗漱完并穿戴齐整。若不是左手抱盆，右手拿着叶子，他都要怀疑自家道侣生病了。还好，还是他家那个会作妖的魏无羡。魏婴，你又做什么妖？你作甚？蓝忘机心中 OS： 好险，差点说了实话。也不怪蓝忘机觉得奇怪，着实是魏无羡一大清早这一出太过于莫名其妙。蓝湛，今天是大年初4，所以迎财神啊。迎财神？对啊，你看，这是我寅时就起来去后山接的双露水，据说只有用釉液沾了水分洒，才能洗净尘埃，恭迎财神进屋。你是不知道今日有多冷，为了这一小盆双露水，我手都快冻僵了。听到冻僵二字，蓝忘机紧张地起身，接过水盆和釉液放下，又捧起魏无羡的一双手细细查看，即便再三确认没有什么冻伤，但他还是低下头，喝出一口热气，小心翼翼地揉搓着。好了，你放心，没有真的冻着，我有随身带着暖手炉的，2只手换着接，怎么样？我是不是很聪明？魏无羡傲娇地求表扬。很聪明。哎呦，差点被你弄忘了，你赶紧沐浴更衣，我还要接着迎财神呢。蓝忘机被赶去屏风后头时，仍旧满脑子雾水，好端端的既没有出早功修炼，又没有进行额外的天天加餐，他身上半点子汗都没有，为何要沐浴？不过魏无羡都已经将热水放好了，他乖乖听话便是。蓝湛，这水里我也是加了釉液的，你好好洗，洗干净点哈。然后衣服我给你置办了新的，放在边上了。新衣服？蓝忘机转头看向旁边的竹榻，只见榻上用一块鲜艳的红布盖着一叠什么，观那厚度和凹凸的形状，应是衣裤鞋袜都在这儿了。早晨沐浴是为了聚精醒神，过水再擦拭1、2便算完了，算上衣物穿戴，一炷香的时间怎么也够了。可现在已然过去2刻了，蓝忘机还没有从屏风后头走出来，反倒异常安静。蓝湛，你在做什么呀？洗好了吗？蓝忘机其实早就洗完了，可当他掀开红布之后，立马石化在原地。谁能告诉他这一套正红发亮还绣着金线的衣服是怎么回事？蓝忘机这一辈子除了幼时的满月宴和前2年的劫道典仪，他就再没有穿过这般颜色鲜亮的衣物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穿吧，根本没有动手的勇气；不穿吧，魏无羡也没给他准备别的衣物。蓝湛，你到底在……你这光着身子做甚？蓝忘机心里博弈了太久，都忘了自己是沐浴完寸缕不挂的状态了，偏过身子，刚想取过沐浴的棉帕遮挡，就被魏无羡一揽子抱住了。来二公子，你学坏了，这一大早的故意不穿衣服勾引我。蓝忘机也不说话，无奈地看着魏无羡，脸上的意思很明显了，解释解释吧。我这不是给你准备了衣服吗？怎的，嫌弃啊？为何？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迎财神啊，你快别墨迹了，快点儿。魏无羡临走前还不忘顺手挑逗了一把小忘机，就指尖轻轻蹭了蹭饱满的头梢，蓝忘机便有些气血汹涌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蓝湛，你怎么还是这么不经斗？魏婴，好啦，赶快换衣服，换完就出来啊，别耽误了时辰。虽说蓝忘机深刻的知道自己这辈子都算是被魏无羡死死拿捏住了，但像这般被挑逗过了火的情况，他还是会有几分不服气。小本本记上，天天来博。过了1刻钟，蓝忘机终于换好了衣服，他这才发现，这竟是一套财神礼衣。更料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头。一走出内室，蓝忘机显而易见的瞳孔震颤。这还是近视吗？只见门窗上都贴上了红绸金银铜饰，目所能及的所有桌案台面都摆放了灼灼出桃，也不知道这个时节魏无羡是从哪里寻来的。平日里他批阅弟子课业的书桌也被布置成了香案，小鼎之中还燃着不知道是何味道的香。你愣着做甚？来，坐这儿。直到被按肩坐下，蓝忘机才对这一出幺蛾子似有所察。果然，魏无羡下一刻便砰的一声跪倒在他面前的蒲团上。财神爷在上，请受魏婴一拜，
愿以4蛇年，姑苏蓝氏的收益更胜旧年，我家蓝二哥哥账上的银子也越来越多，这样我才有更多的钱买更多的天子笑，吃更多的辣菜，去更多的地方玩。说完，魏无羡便直直拜了下去，那般诚心诚意的模样，倒真像是在拜什么了不得的神灵。蓝忘机心中 OS： 原来我竟是财神。大年初4的这场作妖，最后是在魏无羡止不住的笑意下结束的，就算是夷陵老祖，也挡不住银票的诱惑。当然，他也差点没把自己的腰就此献祭给财神爷，毕竟这位财神爷只保佑他一人。自打观音庙事后，蓝曦臣倒心有亏，一蹶不振，虽还顶着姑苏蓝氏宗主的名头，却走上了父亲的闭关老路，整日锁在寒室不出。如此，姑苏蓝氏的内外事务自然就落在了蓝忘机和蓝启仁的身上。叔侄二人有心劝慰蓝曦臣，却没有任何效果。魏无羡本无多说什么，如今虽跟了蓝忘机又入了族谱，但他与蓝曦臣两氏加在一起都算不上有多熟悉，自认没有插手去管的资格。可作为蓝忘机的道侣，他有资格插手去管蓝忘机啊。蓝忘机屡次因为宗族事务忙得脚不沾地，明明不善言辞，不喜跟仙门百家打交道，但为了蓝氏还是得硬扛着去做。他虽然是魏无羡的蓝忘机，但也是姑苏蓝氏的韩光君，有些责任无法逃避。都说谁的道侣谁心疼，魏无羡也不愿蓝曦臣大好的年华就此消沉，毕竟蓝忘机也会因为兄长的自苦而不开心。夷陵老祖打算要出手了。蓝湛，要去看大哥吗？蓝忘机有些疑惑，虽然魏无羡也随他去见过几次蓝曦臣，但每次都只是在一旁无所事事的喝茶，除了来去打声招呼，偶尔搭腔说几句，几乎不怎么说话。这还是魏无羡头一回主动提出要去见蓝曦臣。他虽然不知道原因，但想来无非也是源于关心自己，更何况魏无羡的请求他自然不会拒绝。来到韩氏，蓝曦臣的面色依旧憔悴，就连春日里的风都吹不散他眉间的愁绪。但魏无羡是谁啊？从来不按寻常路子行事，无论如何都得把蓝曦臣请出关。兄长，大哥，忘机、无羡，你们来了。魏无羡不想废话，就想着快刀斩乱麻，开口就是：大哥今日出关吗？无羡，兄长有些事情还没有想清楚，一时半会儿出不去了。那好吧。魏无羡对这个答案早有准备，他也没指望来一趟就能成事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蓝曦臣接住他的大招吧。蓝湛，蓝忘机应声转过头看他，不曾想唇上一软，魏无羡竟然当着蓝曦臣的面亲了上来，而且离开时还发出了特别清脆的一声啵。蓝忘机心中 OS： 这害羞又有点刺激是怎么回事？无羡，你……大哥，打扰了，我们走了。第二天，大哥今日出关吗？不出事吗？好。第三天，大哥今日出关吗？还是不出？好。第四天，蓝曦臣似乎有了准备，提前在韩氏布下了结界。可魏无羡是谁？半盏查不到，结界破碎。大哥今日出关吗？好的，想来也是不出的。第5日，蓝曦臣这回直接用了全身修为设下了结界，力量浑厚，可也只抵挡住了魏无羡一刻钟。大哥今日出关吗？不出，好吧。魏无羡亲完拉着蓝忘机就走，一边走一边补刀。大哥设的结界真弱，我明儿个再来。蓝曦臣心中 OS： 求你了，别再来了。忘机，管管你媳妇儿吧。第6日，大哥今日出关吗？怎地没反应？原来蓝曦臣索性封闭了自己的午时，眼不见为净，耳不听则清。魏无羡似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一出，直接朝着蓝曦臣打出一道净化过的怨气。这怨气没别的什么作用，就是会自动在蓝曦臣的识海里幻化出一个妖娆女鬼。那女鬼什么也不做，就是脱衣服，眼看就剩里衣了，吓得蓝曦臣立刻解开了午时。可他一睁开眼，就目睹了啵啵啵啵啵啵6声，一下不多，一下不少。大哥，道高1尺，魔高1丈啊！哈哈哈哈。第7日，魏无羡拉着蓝忘机还没走近，
就见韩氏的门开了，还有门生拿着卷宗进进出出。蓝曦臣出关了。蓝忘机见兄长终于出关，很是高兴。当然，最高兴的当属魏无羡，心里直夸自己过分优秀。然而，当他们二人正打算走进韩氏的院子时，却被门生拦住了。韩光君，魏前辈，何事？宗主有令，您二位1个月内不得踏入韩氏半步。魏无羡心中 OS： 大哥，你这叫做过河拆桥，知道吗？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。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